母亲带着3个孩子仓皇逃命，竟然被一只饿狼攻击，所幸小女孩临危不乱，直接用弹弓将饿狼射击，几人这才逃过一劫。母亲好不容易带着孩子来到城里，谁料刚到就被小偷盯上，在同伙的配合下，小偷成功拿走了母亲身上仅有的钱袋。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转身又发现抓捕他们的追兵也到了这里。情急之下，母亲只好将几个孩子安置在一个废弃的屋子。其实在这之前，他们本是世外桃源的幸福家人，只因父亲是江湖流传的2圣之一，据说得到他铸的商训和将院2本奇书，便能得天下，因此野心勃勃的窦英华带着手下闯入了他们平静的生活。花冰深知窦英华残暴不仁，誓死都不愿意将毕生心血相送。为了保护家人和村民，他最终拉响机关。随着山石崩塌炸裂，花冰也被葬送在了这里，因此他的妻女变成了追捕对象。安顿好孩子后，母亲本想出门买点食物，一摸口袋才发现钱袋不知何时丢了，无奈她只能取下夫君送的发簪。女儿花木槿看出母亲的神色异常，于是悄悄尾随其后，才发现母亲当掉了她最心爱之物。她心里难过之时，意外看向天空，顿时心里有了主意。她先是拿出父亲送的狼毫笔卖掉，再到卖伞的摊位，以每把8文的低价买了5把伞。没想到片刻功夫，原本晴朗的天空便下起了大雨。夫人，买把伞吧。多少钱？160文。小妹妹，太贵了。可是您不是在看时间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您不停在看天呀。那我要2把吧。就这样，花木槿竟然用20倍的价格卖出了伞。殊不知，买伞之人将是改变他命运的贵人。与此同时，出门买食物的娘亲却遇到了危险，竟然和抓捕他们的窦家杀手躲在了一起。从对方的谈话中，母亲得知他们找的人就是自己，吓得顿时冒雨离开。可他慌张的神情却让对方认出了身份，窦家杀手立刻追了上去。慌乱中，母亲跑到了正准备离开的陈统领面前，并当着他的面躲进墙边的杂物堆。而此刻的窦家军也紧随其后追到了这里。陈统领一眼便认出他们杀手的身份，两军对峙各不相让。窦家军当即挑衅，说袁家招收子弟兵也差不多，就从哪来回哪去吧，不要阻挡他们办事。袁家做事与尔等无关，而谋财害命、盗取豪夺，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。正是陈统领的气魄压制，窦家军选择了暂时撤离。眼见危机暂时解除，母亲这才惊魂未定从杂物堆走了出来。因为刚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袁府在招收子弟兵，便升起了将孩子送往袁府的打算。可陈统领却告诉他，进入袁府都是要看天赋和资质的，而且这碗饭未必吃得容易，也许下次再见到，可能就是在城外的乱葬岗。母亲虽然知道去了袁府依旧九死一生，但她却相信孩子们的聪慧，可以乱中求生，总好过眼前的必死无疑。于是她说出了孩子们的特点：姐姐叫花木槿，聪明过人，善提巧之术；妹妹叫花锦心，习武刀弄剑，堪比男儿。并说出孩子是花冰后人的秘密。陈统领一听，这不正是他们所寻找的孩子吗？达成协议后，母亲拿着食物回到他们的暂居地，才发现花木槿不在。就在他焦急之时，花木槿突然推门而入。我说了不准出去，为什么你不听话？没想到花木槿却从包里拿出了他当掉的发簪，表示发簪是爹爹送给娘亲的真爱之物，他要给娘亲赎回来。随后又亲手戴在了母亲的头上，至此母亲再也忍不住眼泪。她本就不舍与孩子分离，如今更是悲痛难忍。而就在此时，陈统领按照约定上门接人了。看着他们难舍难分的场景，陈统领建议母亲和他们一起出城，母亲却说有他在大家都出不了城。为了孩子们能活下去，他忍痛亲手将孩子推出门外，然后紧闭大门。心中的不舍让他哭得泣不成声。随后母亲故意来到窦家军面前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被对方一路追赶。母亲绕道上了城楼，眼看袁家的马车已经出城，他心中大石便也就此放下。最后当着众人的面从城楼跳下，带着对女儿的祝福和夫君的无愧，理由殒命于此地。因此几个孩子的命运也开始发生转变。女孩天生一对子同，犹如宝石般璀璨，可就是她的与众不同，却被连夫人认为是妖孽。陈玉娇，南国因子同妖孽3年未降雨之事，你可知晓？竟然把这个紫眼睛的妖孽给我带进府来！可还没等陈统领回答，连夫人接着便下令对花锦绣实行家法杖责20。凭什么因为我是紫眼睛都断定我是妖孽了？我害谁了？锦绣的质问让连夫人很没面子，当即又在原来的20掌直接加到了50。他这歹毒的心肠瞬间惊呆了众人。陈统领见状立刻上前维护，却被刘管家用身份为由挡下来。眼看锦绣难逃一劫，小武艺们再次团结一致，拼死也要阻止家丁的动刑。怎料就在此刻，袁家3公子袁飞白路过此处，随着花木槿的求情声，让他意外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，瞬间让他想起曾经那个不顾危险为自己吸出毒血的女孩。尽管小武艺纷纷求情，都愿意替最小的锦绣受罚，但连夫人依然不为所动，甚至扬言打完之后还要将众人赶出去。没想到紧要关头，花木槿的一番话让连夫人产生了迟疑。锦绣恰好生得一双紫眸，自乃紫气东来啊！你再看锦绣眉心的朱砂痣，老人们都说此乃朱雀归心的面相，是好兆头。恰好袁府山庄又有一个紫字，偏偏小武艺又是侯爷所寻之人，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而这里又乃传说中祥瑞之地，锦绣的到来岂不暗示着紫园即将紫气东来，凤羽鸾歌？然而还没等连夫人答复，3公子却开口了：“夫人，饶了这2个丫头。”这3公子的声音好生熟悉，仿佛在哪听过。只可惜3公子隔得太远，花木槿根本看不见他的模样。管家接着表示，托这2个丫头之福，3公子自从受伤回府后第一次说话了。既然这样，连夫人只好给3公子一个面子，同时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表示难得3公子开了金口，
就饶了他们吧。话音刚落，小武艺们当即便磕头谢恩。小武艺，挺有气。是的。终于几个孩子有惊无险地逃过了此劫，也因此他们成了元府正式的子弟兵。经过多年的残酷训练，小武艺们更是锋芒渐露，转眼便已长成大人。老大于飞燕为人憨厚老实且英勇善战，一直是兄弟姐妹在侯府的保护伞。老二宋明磊表面谦逊温润，一表人才，却是名家安插在元府的卧底。老三姚碧莹善良坚韧，一心跟着花木槿在紫园努力求生存，最后却成了德古坡里太后。老四花木槿聪慧过人，有勇有谋，也是六子之首。老五花锦绣天生紫红，生性倔强，但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。而同时三公子元飞白也长成了一个翩翩公子，只可惜自从上次腿部中毒后，至今都没有痊愈。长期坐轮椅的他，性格也随之变得沉默寡言。尽管如此，他也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。就算是侯爷在外征战回府，第一时间也是先探望飞白这个儿子，因为他是侯爷最爱的发妻所生。随着侯爷的归来，连夫人反而有些坐立不安，因为侯爷要对子弟兵举行成人礼，可置办成人礼极其耗费银两，如此连夫人挪钱放贷便也藏不住了。与此同时，陈统领却担心成人礼小武艺的安危，因为万神窟九死一生非常危险，而侯爷却是有他的打算。我需要的只能配合这32字真言的六死。殊不知，刘管家却在万神窟动了手脚，目的就是要小武艺进得去出不来。小武艺这次又将如何扭转局势？我们下集继续。